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艾雅。上期的知识分享视频中，我们聊了在曼谷买房的那些事儿。这次来讲讲租房，特别是初到泰国的朋友，如何在曼谷租到合适的房子。好多小伙伴租房时都会踩坑，比如不知道用哪个平台，押金被扣，不靠谱的房东和中介等等。今天我会分享一些实用的小技巧和注意事项，帮你少走弯路。我们先讲讲租房的方式有哪些。第一个是网上的租房平台。曼谷有几个非常常用的租房网站，比如 Pay Property、DD Property、Avia， 甚至脸书 Marketplace 上也有大量房源。不过这些平台主要是泰文和英文，操作上可能对中文用户有点小挑战。如果你的泰语或者英语一般，建议找会英文的朋友帮忙，或者借助翻译工具。另外一个小 tips， 脸书 Marketplace 上的房源很多是个人发布的，相对便宜，但也要留心一些假房源或中介冒充的房东。第二个方式是到公寓楼直接询问，如果有特定喜欢的区域或公寓楼，不妨直接去问，很多公寓前台会有出租信息，这种方式不经过中介，可能还能省点费用。另外，和公寓前台打听时，可能会得到一些特别的内部房源，比网上找更有机会挑到好房。第三个方式是找中介，如果你实在不想费力，可以选择中介，尤其是在语言不通时，中介会帮你推荐房源、处理合同和付款等事项，省去很多麻烦。另外，中介费一般是房东那边支付，费用大概是1个月的租金。当然，这取决于房东从你这边收到的租金和押金多少，羊毛还得出在羊身上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中介质量参差不齐，需要注意甄别选择。关于中介的问题，我最后会讲到。接下来聊聊在曼谷可以租哪些类型的房子。其实在之前的泰国生活成本视频中，我有提到一些房租费用，这次会重点说说不同房型的特点和适合人群，帮你在选房时更好的参考。公寓是曼谷最常见的选择，适合单身或情侣居住，设施齐全，通常配有泳池、健身房等。租金根据地段和房型，市中心约在1万到2万泰铢每月。它的特点是生活便捷，但是空间较少，适合追求便利的人。第二个是服务式公寓，它介于公寓和酒店之间，租金通常包含房间清洁和基本生活服务，适合不想打理日常琐事的租客。价格一般在2万到5万泰铢每月。它的特点是设施齐全，方便省心，但费用相对较高。第三个是联排别墅，它适合家庭或多人居住，面积较大，通常位于社区内，一般有小院子可以停车，租金起价约2万泰铢每月。特点是空间宽敞，隐私性强，适合需要大空间的家庭，但市中心房源较少。还有一个是独栋别墅，它适合追求私密和完全独立空间的租客，通常位于市区周边或郊区，中等水平的别墅租金大约在3万到5万泰铢每月。特点是环境安静，适合长期居住或带家人移居的，但交通不便，最好有私家车。我们再来聊聊租房流程和注意事项。首先是看房，最好选择白天去看房，这样能更好的观察房间采光、周围环境和噪音的情况。建议带上手机拍照，记录每个房子，方便对比。接着是签合同，如果找到合适的房子，就可以准备签合同。在合同未准备好之前，房东或中介可能会要求你支付少量定金，保存好收据和收款人信息，最好让对方签字或者盖章。一个小建议，无论房东或中介如何口头保证，签署正式合同是最重要的。合同中应明确租期、押金数额、租金支付方式以及提前解约的处理条款。如果你的泰语或英语不太好，可以请本地朋友帮忙确认合同内容。
尤其是租金、水电和杂费等条款。第一个问题是押金问题。在曼谷租房时，签合同一般需要押2付1，也就是支付2个月的押金和1个月的租金。公寓通常是这种方式，而联排别墅或独栋别墅可能是押3付1。押金作为保险金，退租时会扣除房屋损坏费、清洁费和可能的水电费后才退还。不过有些房东可能在退押金时找各种理由扣钱，导致租客无法接受。那如何避免这种问题呢？首先，入住房间时拍清楚墙壁和家具的现状，到退租时作为证据。另外，合同中应写清押金扣除条件。如果真遇到信誉不好的房东或临时变卦的，建议先和房东协商，实在不行，可以寻求律师或本地朋友帮助调解。第二个问题是如何避免不靠谱的房东和中介。首先，租房前查阅公寓、房东或者中介的评价，特别是留意差评。另外，有些中介会刻意提高租金或隐瞒房屋问题，尽量选择评价高、信誉好的中介，千万别轻信包退押金这种承诺。还有就是某些中介或房东可能在合同中设置不合理条款，比如额外收费或高额赔偿，这些最好都要提前确认。其他常见问题可能就是一些水电费、杂费、宠物限制等。有些房东可能加价水电费，最好选择水电费按政府价收费的房源。另外，部分房源可能会收取额外管理费或不允许养宠物，签合同前都要先确认清楚。好啦，今天的泰国租房攻略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这些经验可以帮助大家少踩坑。如果你也有租房时遇到的奇葩经历，或者有任何问题，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个赞，关注一下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